我尊贵的造物主们，我的名字叫浩如，欢迎你们选择我的频道，为自己创造一次探索内心的旅程。今天主题啊，这一辈子的感情顺利吗？那么前提啊，风水它都讲究一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也是你的运势会在什么时候会好一些，什么时候会差一些，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更好的改善空间这种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来选取一组图卡，你可以选择图片，也可以选择数字。OK， 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主题吧。Hello， 第一组来看一下吧。吊人牌啊，这一组的话，我觉得这种母胎单身呐、什么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啊。还有这里面看到的星座是有这个双鱼座，还有处女座，上升月亮是双鱼和处女的。然后这一组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些金星落线的一种情况啊。这种金星落线的话呢，就是会更多的表现在一种，就是很喜欢那种漂亮不灵不灵的东西，还有就是会很喜欢那种，就是怎么说，会很喜欢享受一些物质啊什么的，还有就是他这个眼光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找到的男女朋友的话，一个都不会比一个差，都是那种特别厉害的那种人物啊。然后在这里看到的是过往当中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眼光比较高，然后有吃苦啊。看一下吧，你们这个18岁到25岁哈，首先看一下18岁到25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啊？18岁到25岁这个时间段哈。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有遇到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渣子嘛，常言道谁的青春不会被，谁的初恋不会被渣一下这种哈，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谁的青春不会有一些渣子。这一组的话，一开始可能是会遇到一些就是非常就是不合理的，没有什么变动，就变动性非常强的人，不是没有变动啊，这组是不知道变到哪里去了，就是变动会非常强烈的一些人呢。其次这里面也有看到说，就是有一种感情方面的这种就是过客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停下来的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甚至就是朋友们啊，这一些有一些可能是有朋友们的一些撮合什么的进来啊，但是这种的话反正持续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长啊，就是来回变动性会非常的大。然后看一下，甚至还有上演一些狗血剧啊，要么就是有一些别人背叛呐、或者说是有一些别人的一些挖墙脚啊什么的这种啊。再然后都是一种快餐式的感情体验，我看到的是都是这种很快速的想要去完成一些什么这种。然后感情的话呢，不会特别多的去考虑未来，就是一种非常单纯的就是喜欢就好这种。这倒是几乎所有的这个年龄段不都是这个样子吗？然后这里面看到还有就是在这边呢，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形成那种就是择偶观，或者说是一种品味这种啊，就是喜好口味喜好这种的。然后看一下25岁到35岁这段时间，好吧，25岁到35岁。25岁到35岁的话，其实这就是一条成长之路的形成啊。这一组25岁到35岁，哎呀，这个时间段几乎大家都会结婚呢，就很少会就是过这个时间段再结婚的，25、35差不多了，都会结婚。这里面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时间段的感情是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顺遂，可能到30岁之后感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顺利啊。这种30岁之后的话，就会有一种非常稳定的感情观、世界观。24、25岁的左右，可能就是会把过往当中的这些感情上面的一些伤痛啊、悲伤啊，进行一个自我疗愈之后，把这个感情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完善的一种世界观，然后再把这种完整的世界观呢带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就不会再出现说非常矫情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说也不会再出现说那种就为了感情死去活来，会变得更加的理性。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大脑的一些发育啊什么的，还是就是一种思维的发育，大脑的发育，思想的发育，就是相对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龄段。古人云30而立嘛，这种30而立的时候，就是慢慢的稳定下来，平稳下来哦。所以这一组的话，可能就是在18岁到25岁之间，感情体验会比较丰富一些。这种感情体验的话呢，能不能定下来啊？那不一定，反正是会遇到很多的人暧昧聊天什么的，但是这个行为啊什么的，可能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的自己，就觉得说，哇，我那时候真的好年轻，
好幼稚，下一句话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再到25岁的时候，25岁的前2年呢，25、20、26、27还是27、28。我看到的是要么是26和27，要么是27和28，可能就是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自我疗愈的这种阶段呢，就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呢，就有点像是蛇蜕皮一样，刚蜕完皮的时候会比较脆弱，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坚硬，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蜕变蜕皮的一个时间段呢。从这个蜕皮开始之后呢，慢慢的就整个感情观呐、世界观呐什么的都会变得非常的稳定，就是成熟，就有一种30而立，大脑思维发育成熟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感情的话，没有说是特别的好，特别的 OK， 只能说是它是会变成一种稳定。这个就看你们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了。有些人他喜欢感情稳定有些人的话他只想活在当下，也不想去想那么多，这个没有任何的好坏对错，就看你们会喜欢稳定还是怎么样。而且在这里面的话，这张牌它也是会就是在27、8吧。28、9差不多，应该是不是7、8的，应该8、9了。28、9的时候就更多的是一种享受自己的生活，享受自己的当下，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别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进入到。然后看一下35岁之后吧，看你们的婚后婚后的话会很好婚后的话就是整个感情是会非常和谐的。就感情生活会非常的和谐，这个时候会更多的注重一些物质还有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稳定什么的，所以这里面就会出现两种分支，两种什么样的分支呢？要么就是早一点步入到那种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里面去，要么就是先感受一波感情，就是当下单纯的谈恋爱，谈甜甜的恋爱，不想要去考虑那么多，就这种的体验派，体验完了之后，最终不管是这种固定派还是体验派，最终都会进入到一种感情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而且该妥协的妥协，该去融合的融合，可能会把一些伴侣的优点和缺点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种的话，人没有100%完美的呀。它总会有一些优点和缺点呢，所以这时候就是之前你可能在你看来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些东西，在到那个年龄的时候，可能发现说也没有那么就是重要了，没有那么重要了。比方说他一定要打篮球打得非常的好，他一定要健身有一身的肌肉腱子什么的，不一定。就到了那个年龄的话，可能更成熟了一些，追求人生观理念又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又有一些别的一些追求了这种。所以我在这里面看到的是，你们可能是在就是中间吧，中间一段时间，就是45、24、5这个时间段会比较稍微动荡一些。过了那个时间段之后呢，可能就会非常的顺利，这种会非常的顺利。而且结了婚之后，尤其是思维什么的变得更加的成熟了之后呢，你们这边就是眼光或者说挑剔这方面都会有一些慢慢的降下来，或者说是有一种更合理更合适的一种妥协。就是那种一定要会打篮球，就是那种一定要会打篮球，一定要会做这个做那个这方面的这种就是需求什么的，就会变得比较少一些，就会变得就是更加的贴近现实吧。这种也不能说那他这个打篮球什么不现实吗？也不是，也是现实的，只不过就是会更加的物质，或者说更加的追求稳定，往那个方向去走不是说打篮球就不稳定什么的，不是不现实不稳定，不是每个年龄段的追求不一样嘛。然后看一下整体的，你们感情会顺利吗？整体感情会顺利吗？是顺利的，是顺利的。我觉得这一组可能会最后成长成那种非常有自己的原则的，然后有自己的一些坚持的，有自己的一些底线的这种人呢，就是会有很好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坚持，有自己的一些世界观什么的，而且是非常正的那种三观什么的。然后在感情当中的话呢，也是会非常的就是恪守己见，还是说那种不应该说是恪守己见吧？完了，我这个汉语文完了完了朋友们他应该是有一种自己的一套就是行为规则和行为标准这种就不再是会为了就是别人去改变自己什么的，就是自己的世界观观点看法会变得很成熟这种。然后看一下这边这一张出现了，这一张这一张海王，
好的，这个吗？这个，好的，我大概看一下哈，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他们两个合到一起的话，是会有一些疗愈性吗？可以说是一些疗愈性吧，这个成长之路了。对，感情这条路就是一条成长之路。感情这条路的话，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吧，可以帮你就是成长，快速的成长，快速的变得比较稳定，一种养分成长。只不过过程的话，它可能会被迫让你去接受一些什么，被迫让你就是有一种拔苗助长的意思。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它是可以帮你就是完成一种很好的成长，很好的一种就是它这种成长要怎么去理解呢？就是会变得很有智慧吧，对，很有智慧。这张牌其实它会对应到魔术师哦，魔术师的话就是那种很成熟的、很有智慧的这种啊，它应该讲是那个谁啊，托特神吧，应该是对。托特神呢，就是埃及神话里面的那个托特神。托特神的话，它是会有那个什么的，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很代表智慧的一个象征，然后它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让你这边变得很有独特的自己的一个看法、观点、世界观的形成这种啊，所以它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从小的时候变得有一些叛逆，或者说小的时候有一些任性，然后慢慢的成长成那个从任性的公主成长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道路。如果男生的话呢，就是一个毛头小子，像是一个王子成长成国王这样的。那王子的话就天天挥刀呀，或者就是那种非常毛头小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成长为国王的时候，他是要去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一种责任感，一种成长，都是会在这里面去慢慢形成这种啊。所以它其实也是，选到这一组的大家啊，感情之路其实就是一个成长之路，在你悲伤难过的背后，往往就是一个成长成更好的人，可以让别人依靠的人，那个更成熟稳定的人。成熟稳定的背面代表什么呢？是一种富足，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可以去把很多的人连接到一起的这种，可以把很多的给自己的一些晚辈啊什么的，给他们一些很好的一些照顾和给他们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呐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啊。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来看一下第二组哈，你们的情况。宝剑十啊，宝剑十这一组的话，之前可能是应该被伤害过啊什么的这种啊，这种伤害的话，可能伤的还挺深的，要么等好久，要么就是有一种就是让你们的内心真的有受到伤的这种啊，就是这边心脏是被戳穿的这个状态啊。再然后就是就把你的很多黑暗面给挖出来吧，就是有一种非常的难过，或者说是想很多说很多，可能会经常写很多的一些小作文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呢。但是总归宝剑十不可能一直在那边，它还是会有一个转变嘛，转变进来啊，转变走向哪里呢？转变是走向一种非常乐观的，可以变得那种就是运势转过来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乐观，总会有一些很好的事情等待你们去发掘，比方说自己去尝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或者说玩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或者和朋友们一起去相聚，去一起分享彼此生活，或者是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好看漂亮，或者再去尝试一些全新的一些事物，哪怕是一种新的一个全新的前卫的一些东西的发布啊什么的，都可以看到这种哦，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更替掉，进来转换掉这种哦。这组星座有什么呢？射手座，还有这个双子座，太阳月亮射手这种的，或者说太阳月亮双子这种啊，这两个星座在哈。然后还有狮子座这边啊，狮子和这个什么吧，水瓶吧，还有看到一个狮子和水瓶这两个，因为毕竟它宝剑十的这个状态的话，太阳的状态，太阳的光辉是有一些发挥不出来的，那么再加一个天平吧，天平的话也有啊。然后看一下
你们18岁到25岁的感情是如何？18岁到25岁的时候都是会比较卡一些比较卡一些，但是呢，也是会有很好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很好的人会陪伴在你身边呢这种。然后18到25岁这一段时间，其实遇到的一些感情状态，现在你想想，或者说是你正在经历那个年龄的话呢，那么你是可以把它们很快速的转换掉的，因为它这个宝剑10的话，其实它也会代表说自我疗愈能力会特别的强。就有一种打不死小强的这种精神，就是遇到了什么大风大浪啊、大灾大难呢，还是会翻身，还是会起来，还是会就是爬起来这种，而且爬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厉害这种所以在这边一些困难或者说是一些阻碍，其实当你不是自己作死的前提下，就是那种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些困难的话，其实是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养分的。当然作死除外哈，自己作死的这种除外哈。然后看一下这边呢，这边的话，那么代表说就是这个感情的话，可能是为了坚持某一段感情被受到了一些伤害，或者是被一些天蝎座的人伤害到了，或者说你们自己是天蝎座，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哈。有看到一个天蝎座的意象就是在这边可能是会被伤害到这种就是还有看到说就是要么就是坚持某一段感情，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要得到，很想要拿回来，但是呢并不太成功这种，或者说有一些人应该是有拿到的，但是我这里面看到这张牌，单纯这样看的话，应该是没有拿到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拿到了的人可能是有一种少数的毕竟现在的话，18岁到25岁之间直接走到结婚的人可能还是会少数的，还是比较少数，就大家还是会比较选择晚婚嘛，就25岁之后再考虑这种，这个应该不算是晚婚了吧，就是一个年龄的阶段吧。然后看一下后面后面在这里面的话，可能是从18岁到25岁，在这里面就是学会了如何和别人去相处什么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技能点的一些复苏就是和别人相处的技能点和如何去识别一个人的这种技能点是有一些复苏的这种感觉。然后看一下25岁到35岁的这个感情运势25岁的30岁的话，几乎就是一个众星捧月的状态这一组这一组我觉得你们喜欢你们的人可能会很多我怎么感觉，就感觉好像是追求你们的人或者说是和你们有一些交流的人就是愿意和你们分享生活的人就很多就几乎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些牌但是呢，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隐士牌隐士牌的话呢，首先代表什么呢？就是暗恋你的人会特别多，暗恋的、隐藏的、不能被看到的这种人会特别多，或者说是喜欢你的人会特别多。然后缺点是什么呢？就这一组可能会出现一些宅的人，因为这个宝剑10的能量如果没有被消耗掉的话，它可能还是会表现出比较宅的，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去把这部分的伤痛疗愈掉，然后等疗愈好了之后就会满血复活蹦出来，然后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去享受自己的生活这种，所以它是会需要有一段时间去疗愈这部分的伤痛的不可能一直都是这么宅着的，总归说是宅腻了，想要出来享受一些生活什么的这种然后我看一下这边呢这边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睡不着的一些情况睡不着失眠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日夜颠倒或者你们的自己的工作性质就会稍微有一些日夜颠倒、失眠或者怎么样这种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最终还是会迎来一个转变的。这张牌最终还是会往你自己认为舒服的方向去转变。随着年龄的推移，尤其是30岁之后呢，因为30岁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点。古人云嘛，30而立，这种就是30岁之后的话，你这边可能会感情各个方面都会趋于一种稳定，就不会说那么的追求说感情方面一定要有什么，像是这种放不下这种一直想要渴望得到的这种心态的话呢，在30岁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那么重了，就单纯真的是去享受自己的生活这种然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宅。这个宅的话呢，就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吧，慢慢还是会从那个状态里面走出来这种然后在这里面看到是这个时间段的话，你可能就是我觉得你们是属于那种越长越漂亮、越长越好看那种类型男生就不用说了，男生30一枝花嘛男生的那个30岁一枝花女孩子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是那种越长大会越漂亮的类型
看到的是这2个公主牌都是挺漂亮的2个公主，而且是那种你们在之前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小的时候年轻一点的时候，18、25岁的时候不太顺利，但是到了25岁之后，你这边长开了，整个会打扮啦什么的，然后你的这个感情啊什么的也会特别的好，有很多的人追求这种啊，越长大越好看的这种类型，而且是逆生长嘛，就是越长大越那种就看起来越年轻那种啊。有这样的感觉，这2张就完全是逆生长啊。它2个的话，2个公主啊，她们2个都会代表说一种非常年轻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年轻的话呢，一方面她不会去追求一些什么，她不会说固执的一定要有一些什么，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呢，她又可以去接纳包容万象这种，所以既温柔又那什么，又很飒的那种吧。所以这个要怎么很酷又很飒吗？应该是这样的。所以25岁到35岁的感情是会非常的顺利啊，我觉得感情应该是会非常顺利的。然后看一下35岁之后吧，35岁之后啊，好的，我再看一下这个。好的，宝剑呢？35岁之后的话，可能就是结婚呐什么的，跟一个人定下来了之后啊，就可能需要去承担的责任会变重一些啊，并不一定说是宝剑9，那是不是我完蛋了？不一定啊，它这个还是要看结合整体去看的。宝剑9这个状态就是结了婚之后，那么代表说你可能需要去承担的责任会非常的多，对，然后结了婚之后，你可能需要去兼顾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责任感啊、兼顾啊什么的，这个的话。其实结不结婚都一样，大概率35岁之后，人身上的话，像是一些家里面的老人、小孩，或者说一个社会贡献呐什么这方面，都会有担子来到我们身上，所以结不结婚都一样啊。甚至结了婚之后，还会有一个人帮衬着，可能会更轻松一些吧。毕竟是2个人一起去面对这种就是责任感嘛，所以会2个人相互帮助的话，可能会更轻松一点了，比一个人单打独斗可能要轻松一些。因为到了那个年龄35岁之后的话，不管你愿不愿意，总是会要去承担一些责任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社会的顶梁柱嘛。35岁之后的人，大概率都会成为社会的顶梁柱，一个别人依靠的一个存在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能就不会像是这个25岁到35岁那么的滋润了，那么的舒服了35岁之后，就是要该去承担自己该拥有的一些责任，比方说带小孩啊、工作啊这方面，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转嘛。这个就不用说特别的抗拒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人的一生这个年龄段都是这个样子的嘛。就像是小的时候要像上小学然后上初中、高中，然后大学再往里面去什么研究生、博士、工作，这个结婚这个时间段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嘛。所以感情的话呢，可能那个时候会转变成一种责任这种也挺好的。那么代表说可以，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就是35岁之后有一个自己的小孩，然后带自己的小孩，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家庭，那么必然就是已经有了这个状态而且可能会准备要2胎什么的，这个2个小孩在这边准备要2胎呀什么的这种，开玩笑的说法这个小孩子多不多？你看你的5宫，第5宫的状态，第5宫的状态里面就是你第5宫状态比较好，或者说那里面有一些木星什么的话，可能小孩子会比较多一点，而且木星的相位好，没有其他的一些刑克什么的话。他的那个小孩子可能会多一些，就1、2个、3、4个这种，3、4个的也没有吧？现在可能国外的朋友会有国外的朋友会有，国内的话可能2个就顶天了。然后看一下这边看一下这个大的牌，这张牌完了。我又看不懂它上面讲的是什么了，稍等，我翻译一下。它这个就是小孩子什么的，或者说是非常轻松的什么的。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你们感情的话顺不顺利，其实看你们自己心态的一种调整什么的。其实你们本身自己心态调整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就是有一些情绪什么的，看你会不会那个什么释放出来、发展出来这种这就是心态的调整。发展历程这个给我翻译的是，那么他们2个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发展的话会更快速的去把自己的心态给调整掉。这张牌它会代表的愚人牌，
愚人这张牌就是0号牌愚人。愚人的话呢，就是快速的可以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那种愚人的一个状态，非常轻松愉快，然后可以快速的接纳生活当中的全新的一些事物，比方说一个新的旅行，新的一个，其实每一天都值得期待，不是吗？就像海绵宝宝一样，哎呀，我准备好了就这样的状态所以它这个就是往前去迈步，可能是你们感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不太像是那种第一组那种发展历程，你们是要学会往前去前进，不断的去接收新的一些东西，尝试全新的一些东西，比方说非常值得期待的鬼屋探险，或者说去某一个国家旅行，或者说是去尝试一款新的游戏，比方说像我最期待的是什么，就那个黑暗悟空，我好期待，但是要等1年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去接纳全新的事物，看到生活的美好，这一点是你们感情当中就是最值得去做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因为你们这一组的话就是有自我疗愈是很强的，但是呢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把控不了自己，想要有一些不得不去发泄出来的这种情绪，就是这种情绪的话呢，就是就不可预测的想要去把这些情绪给释放出去，然后你知道这样做是任性的，你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你还是想要把这部分的情绪发泄出去，发泄归发泄，发泄完了之后可能还会在那个情绪里面待着，不愿意走出来这种，所以就是建议你们去尝试全新的，期待全新的一些生活，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物，哪怕是 cosplay 什么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一切值得去期待的事物都可以为你们的感情加分，因为这里边就是这种期待全新的，往前走，翻篇，把旧的东西抛下，期待全新的事物，这样的话对你们的运势有很好的帮助看到的是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喽，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感谢观看，拜拜。第3组的这个女孩子有点像精灵好可爱。OK， 看一下精灵女孩们，或者说不对，应该是我的小精灵们吧，因为男生也会比较多一点小精灵们，看一下你们好的，感情当中的 hero 们来了感情黑肉开玩笑的说法就是感情的黑肉英雄其实说白了的话，这张牌代表什么呢？就是感情当中其实是会比较内敛的，不会那么轻易的接纳一些人，但是接纳了之后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放下，因为会有很强的责任感，我是老大，我仗着你们，就是有那种一支柱的那种就是精神在稍微有一些那种精神。然后感情当中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走走停停吧，再然后就是与其相对于感情来说的话，庆典可能对你们来说会更适合或者是更吸引一些，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个人的一个价值的体现，个人价值的实现可能对你们来说更重要一些所以就是你们是会在先享受生活的前提下再去考虑感情，这样也挺好的，毕竟感情是附属嘛，感情是我们生活里面占10%左右嘛，剩下的还有90%的东西，有更多的其他的需要去尝试，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事物可以让我们去学习也好，尝试也好，有和别人有连接也好，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不是吗？然后看一下这边吧，看一下那个你们18岁到25岁的感情状态大家几乎都是在小的时候可能都不太成熟，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然后都会稍微有一些卡看到这里几乎都是所有的人18岁到25岁这个时间段都是会比较莽撞。然后这边呢，这组有那个什么是吧？你们星盘里面是不是有土星和金星的合相我很强烈的感受到有土星和金星的合相这里面，尤其这边是有水瓶座这边又有那个什么金星很强烈的这种感觉就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18岁到25岁之间，你可能会有喜欢的人，但是你就在那边看着，不会去接近。还有的话，就是14度以外的话，可能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就比较难的接近对方，但是接近了之后也会比较稳定这种土星就是这样的性格嘛，就你很难进入他的那个土星带，但是一旦进去了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稳定嘛，有自己的原则、规则、法则这种的很规律这种的。有看到好像是有这个东西好像有这个东西看到的是。然后看一下星座白羊座，还有这个水瓶座和处女座，再然后那个什么
这里面除了这个就是看着不去接近之外的话，其他还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没有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有一些留有遗憾的这种啊，还是有一些没有想要去表达出来的这种，或者说是有的小的时候有一些就18岁到25岁之间的话是有一些恋爱的一些就是经历的，但是这个经历的话呢就可能不了了之了，然后就是放到那边还是会有一些经常想起来，经常会翻起来这种这种感觉。而且有一些人可能是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的，这种3种情况看到的是大众，但是我觉得第一种情况会更多一些，就看着这种会更多一些。然后看一下那个什么吧，看一下你们25岁到35岁是什么样的状态25岁到35岁，好的，25岁左右，他这个终于在这里爆发了，什么25岁左右应该是会有爆发的，我觉得这应该是23、4吧，23到25岁这个时间段，3到5这个时间段可能是有一个就是有一点就是种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它发展到后面爆开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经历了这个，好家伙，经历了他这个剧本是什么样的剧本呢？就是经历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感情体验，就是在23到25的时候吧，这个时间段我大概看到的，反正就是那个区间吧。那个区间的话，应该是遇到一个感情体验非常的不好。那个感情体验不好的体验的话呢，就是你会慢慢的在25岁到35岁之后疗愈那个东西，疗愈完了之后，你会让它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甚至是可能是在后面35岁，或者说30岁之后啊，或者说过2年，不一定不一定是30岁，看你们自己疗愈自我的功能有多快吧。这个疗愈好了之后呢，就是会非常开心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还是会把自己的当做是一种自己曾经的糗事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我还干过那种事情呢，就是这种的一种很快、很轻松、很愉快的就会分享出来这种然后在这里面可能会经历一些就是异地的恋情啊，或者说是这个人跑到异地去了呀，类似于这种的，就不太好的一个情况了，不太好的一个情感经历了。而且这个情感经历的话呢，可能就是非常快速的发生，非常快速的来到你的生活当中这种，然后让你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一下子当下是打懵了的状态。过一段时间，当这个是伤疤疗愈好了之后，你会很开心的把这个事情就是当做是一个自己的小的一个糗事，甚至是一个笑话，然后讲给自己的朋友们听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不能说是笑话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吧。我年轻的时候我还那么干过呢，这种我分享一个吧，既然我都已经说了，我年轻的时候是曾经为了和我的这个初恋男友约会，我从家里面翻墙出去和人家约会呀。哎呀，我的天哪，半夜私会翻墙，真的是现在想一想真的是 OK， 不再回忆了，回来。所以是这样的状态然后你们的话可能就是在25到35岁的时候，在感情里面的这种乐观性会变得更强，脾气就不会那么大了或者说那种悲伤啊什么的，或者是那种就是心里面压抑的东西全部都会释放掉，都会有一种自嘲的方式把它全部释放掉这种。还有就是会非常的就是乐观非常开朗，然后它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些灵魂，这种就是有一点逗逼的这种感觉，就慢慢会成长成一个逗逼。其实逗逼也很好我就很喜欢逗逼，因为我觉得逗逼的话它非常的乐观，就不会是那种苦大仇深的，天天就是要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好好享受生活也挺好的。然后看一下35岁之后吧，所以这段时间的感情经历我没有看到说是有一种众星捧月特别多的感情经历，但是呢你的生活是会非常乐观的，感情生活可能也是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这种，有一些逗逼的一些分享生活这种的。然后看一下这个35岁之后吧，35岁之后35岁之后你们的这个感情婚姻会非常的美满非常的美满圣杯10个圣杯满了呀，而且会有一些很多你想要去保护的人，可能是有自己的小宝宝，想要去保护自己的小宝宝，或者说是保护自己的感情，这种保护的感觉，还有就是会为了自己的伴侣加油打气这种的，非常的乐观这种
可能会组建那种非常乐观的这种家庭啊，就是去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就是有一些家庭的话，你去到他们家很愿意，就是小孩子很愿意去他们家，因为他们家的长辈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逗逼或者说非常搞笑的那种，就跟他们去玩的话就很受别人欢迎，大家都很愿意去他们家玩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应该是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有一个非常开心愉快的一个家庭啊，看到的是。然后这边呢，整体来说，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好，中间的时候就是这个宝剑五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叫什么来着？高塔牌的这个状态哦，就像是18岁到25岁，可能更早一点，就是偏向于18岁那个时间段，可能因为不太会去表达感情，然后就是会稍微不太好一些。然后到25岁、23，我看到的数字是23、25，这个时间段有种下一个种子，然后让你有一些不太好的体验，然后呢就会成长成一个逗逼。开玩笑的说法就是成长成逗逼，正式的说法呢就是会成为一个非常乐观的家庭吧。相互帮助、相互打气这种的，所以整体来说，不好的体验它总是短暂的。这个圣杯七嘛，不好的体验它总是短暂的。然后看一下这个牌啊，这边的话，今天都是抽到的是新的牌啊，这个土星啊。土星啊，这组真不会真有那个什么吧？土星和金星合相的吧？它这个不一定就是不好啊，它这个土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土星的话其实也还好，还 OK。影响最不好的应该是火星吧，对我来说是火星，但是看你们的火星的一个状态了。如果火星的话是还不错的话呢，那么就是那个什么它这个会更取决于一种稳定、自律这种的。然后看一下这边呢，这两个的话，代表说是会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婚姻状态，它是会更多的对应到婚姻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毕竟是30岁之后才会去考虑结婚什么的嘛。不好意思，不是30岁之后才会考虑结婚，就是30岁的那个时间段，必然大家都是已经差不多80%-90%都已经差不多要结婚了嘛。结了婚之后呢，就是结婚之后会变得非常稳定，是这个意思，好吧？是这个意思。OK。并不是说那什么，你们是会30岁之后才考虑结婚，那是口误哈。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喽，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第4组哈，第4组这个头发我好喜欢。OK， 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好的，我再抽一下吧，这个太多了，一下子给我蹦出来好多，看一下你们的主牌啊。好的，这组啊就是摩羯座吧。这组应该是会有摩羯啊，还有看到的是射手和这个，它本身会代表的是射手和那个什么，天蝎，但是呢，我看到的是摩羯座的这个状态会更重一些，就是这种非常的乐观呐，或者说是这种非常的就是想要去有目标性啊，坚持自己的目标啊，什么这方面的这个，就能量会更重一些，然后就是它也会有一些对于自己的目标的话是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状态。不好的是什么？也不能总说好的，不好的是什么？容易钻牛角尖。这张牌容易钻牛角尖。好的是什么呢？永不言弃，就是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一些什么，会坚持什么，尤其是在自己的工作啊这方面坚持会更多一些。然后经常就是会行动力会特别的强，行动力会非常的强，经常的就是反复去验证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这种的。然后看一下你们18岁到25岁的感情状态吧。18岁到25岁，其实你们我觉得小时候可能都会比较期待感情吧，都会比较期待感情，非常的期待感情，然后可能就是遇人不淑，有这样的情况哦，就一直是有一种，就小的时候可能看了一些，就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什么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就是有受到这样的一些就影响哦，就一些暗示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一直很期待感情，但是期待的这个期待等于受伤嘛，也越期待越大失望越大嘛，然后就可能是有一些失望这种啊。刚说的摩羯座呢，这来了摩羯双子。所以是在这个18岁到25岁这个时间段的话，尤其是更早一些，期待的话越大，失望可能会越大这种哦。还有就是可能是会体验了一把情感马拉松，
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它这里面是也会有代表说那种失望是一部分，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情感马拉松。马拉松式的情感恋情啊，或者就是你可能就经常和一类的人反复约会啊什么的这种。然后看一下你们25岁到35岁这个时间段呢，然后25岁到35岁可能感情是会有一些稳定的感情啊，稳定的感情状态。我看到的是2个皇后啊，稳定的感情状态，然后就会变得就会去看人了，因为这个时间段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感情体验是有期待，也有失望，也有马拉松。因为这些，然后你学会怎么去分辨一个人，你看人会很准啊，这一组看人会特别的准，所以在你25岁到35岁这个时间段的话，你去挑一些人呢，或者说看到一些人呢什么的，你都会很能够分辨出大概第一眼给人的感觉，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都能有感觉有感受，能分辨出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 OK 的还是不靠谱的，你都能看到。然后在感情当中这种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就是挑剔呀，或者说他这个不能算是挑剔了，应该算是那种就是识人，就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个人这方面的能力会很强哦。因为这个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感情体验呢，就是挑人会挑得很准，这种看人也会看得很准这种啊。然后这个时候的感情的话，我觉得是要么是没有，要么就是会有很稳定的这种，是这样的状况啊。而且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会追求学历啊，追求学历，或者去学习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学习一些神秘学方面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学习一些那种就不是很多人会去学的一些就非常小众的，然后很难的一些东西这种啊。而且的话，我觉得你们25岁到35岁这个时间段的话，就感情啊什么的，就是会要么没有，要么稳定，就这2种，不会特别多。而且你们的重心可能会放到更多其他的事物上面去。这2张是有赚钱，还有提高自己的学历的意思。然后看一下35岁之后吧，35岁之后你的感情是如何？35岁之后这组35岁之后会很稳定哦。所以结了婚之后，你可能就是会组建那种非常富有的家庭，都不会缺钱的这种，非常的富有，会赚很多的钱。然后35岁之后呢，你的这个，因为大家那个时间段大概率都会就是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嘛，所以就是不去考虑特殊情况了哈，就是单纯的这种大的一个家庭的话，你可能就是不会是那种属于非常成熟的那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就不会和别人一般计较一些什么，都是非常的成熟，然后给别人出谋划策的这个类型啊。甚至在这里面，可能就是你会为自己的家庭去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场所，非常稳定的一个就是收入来源什么的。然后你们家庭的这个财务状况、物质状况会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遇到一些困难阻碍的时候，你总能够找到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啊，感情呢，感情很好啊。感情的话呢，是属于一种非常满足的一个状态啊。感情是属于一种非常满足的，或者说是一种就是很舒适的这种感觉。它这个我要怎么去形容呢？它其实是说那个对应到现实生活里面是什么呢？它会对应到那个螃蟹刚蜕壳的时候，就在那个洞里面刚蜕壳的时候是会非常舒服的。因为它为什么要蜕壳呢？因为有一些螃蟹它可能胖了嘛，脂肪比较多了，它可能就要去蜕壳这种。当然了，这是我根据蟹老板去猜测的。总归来说，它是一种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很有安全感因为他们都会去找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们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去蜕皮嘛。然后人为因素啊、自然因素这种人为干扰，咱们不去想那么多，好吧？我这里面一下子连接到你们说，哎呀，那是不是赶海的时候就可以抓螃蟹了？我刚才就一下子给我连接到那儿去了，给我整不会了。不是那么多哈，就单纯的考虑那种自然环境下没有人类，没有其他的一些动物，没有其他的一些物种，就单纯只有螃蟹和蜕壳这2个事情的时候，它是会在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自己觉得非常舒服的地方，自己觉得很有安全感的地方，自己觉得是一种家的港湾的地方去进行一个蜕壳，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它这张牌本身的话，
所以结合这个整个牌阵来说的话，你的这个感情状态、婚姻状态的话，应该是会非常的稳定，然后是经常帮别人出谋划策，然后也会给你提供一种家的港湾，还有就是一种安全感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这方面的一个满足，可以帮你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这种。而且不缺钱是挺好的，这里面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这个25岁到35岁这个时间段会赚很多很多的钱，赚好多钱。赚完这些钱之后呢，然后就是35岁之后就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生活状态，家里也不太缺钱，然后你也可以帮助你家里人这种，然后你家里人的话也会给你提供非常强烈的安全感。这一组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组啊。就刚开始的时候不太行，刚开始的时候失望啊，遇人不淑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风水讲究30年河东30年河西，运势也是如此。所以有不顺的时候，那么接下来老天就会补偿给你好几倍的这种就是幸运。OK， 那么这一组稍等给我赶海的给我赶懵了，我忘记这个了不要走，回来回来啊，这个哈，好的，这两张牌啊，很积极的感觉啊，非常的积极，很有行动力啊什么的这种，积极行动力这方面很强。然后我看一下这张牌哈，看一下这张牌，这张牌的话呢是有一种滋润的这种感觉啊，滋润你的行动力，滋润你的这种就是积极乐观这种。所以这个的话很有可能，如果你现在觉得说自己脾气比较暴，或者说有点太过于钻牛角尖，这个的话你结了婚之后就会好。你结了婚之后，这个脾气啊，或者说你的活力啊什么的都会回来，因为它这张牌它的滋养是很重的，它的滋养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你的感情的话呢，就是你结了婚之后，尤其是30之后的话，35岁啊什么的之后，可能就不一定是一定要到35岁之后就顺利哈，因为我们今天就是选的节点就是25、35、25到35这种，35之后这种，所以这个我觉得大概率30岁之后就已经，当你就不管你是什么时候结婚好吧，不一定是30岁，结婚了之后呢，你这边整个这种脾气、秉性还有这种就是积极乐观、活力都是会得到一个满足的，就是你会更有精神一些这种。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